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本期节目呢，我想说说我昨天从德国首都柏林回到我住处科隆的经历。柏林科隆之间坐火车的距离是476公里，不到480。我看了一下，如果坐德国高铁最快那一趟，大家猜猜看要多久时间？476公里啊！德国高铁最快的那一趟，按照德国铁路它那个公布的数据啊，是4小时21分钟。45路吧，4小时20分钟的话，就相当于4.33个小时。大家学了数学，那平均时速不到110，109点多。那45路平均时速110吧。好，票价是多少？大家看截图。如果你即时买票，即时上车，或者现在买票，下午过几个小时上车，它的票价是二等座153点多欧元。按照目前欧元人民币的比价是8.4、8.44这样子啊，那相当于45路1300人民币，1300块钱，476公里，时间的话要4.33个小时。你们也知道啊，就中国的高铁是很快的，对不对？这个4小时20分钟左右，刚好呢与北京到上海最快那趟一样的时间。我看了一下是4小时18分钟。但是距离是多少呢？北京上海的距离坐火车是1318公里，那如果45路的话，差不多相当于柏林到科隆的3倍。你看行车时间一样，距离呢中国那边是3倍，那么是不是可以大概说中国高铁速度相当于德国的3倍，至少是2.5倍到3倍这样子。而票价呢，北京到上海二等座是662块，就相当于科隆到柏林这一段的半价。但是你注意啊，中国那边的距离呢是3倍，时间呢一样，然后票价呢相当于德国高铁的一半。也就是说你这样综合的比较，那是不是可以说德国这边的票价是中国那边的6倍左右？所以我以前说过了，在德国坐火车坐高铁是非常贵的，另外呢不准时。所以呢，这是我这次为什么呀？我坐德国的私人火车，对，德国有私人火车，这个公司叫 Flixtrain， 它是德国一些大城市之间有这个服务，其他的小的地方没有。因为它是选这个线路呢人气最高的，它主要是赚钱为目的嘛。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人是不是运气太好了？遇到一些事情呢，一些奇葩的事情总是在我的身上发生。昨天也是预想不到的啊。说来说去是前天了，也就是我出发之前的一天，我收到短信，我还收到那个 email， 说我那趟火车取消了。我当时没注意啊，因为我从来没遇到取消的，过去我做过几次。然后呢，我昨天早上正好呢多了个心眼，然后呢我就有查，比如说是在柏林的火车总站出发的，因为我想知道到底是哪个站台。那上面写了这个车取消了，我当时不相信我的眼睛啊，因为我是出发前大概1个小时的时候呢，我看想知道哪个站台，就是那个火车取消了，就表明我那趟车我就不能坐了呗。完全打乱我的计划了，因为我是买的私人火车票，我是不能够坐德国这个铁路公司的火车的啊。我原来本来是早上8点28分的车从柏林出发，然后我7点多的时候我看了，然后知道取消了。我开始是在德国铁路公司那个网站上面看的啊，因为它是要用德国铁路公司那个火车站的站台，所以呢。虽然是私人火车，也可以在德国铁路公司的那个时刻表里面找到它那个时间。所以我看了之后呢，我不相信啊，因为我是在德国铁路公司看的信息嘛。然后我就在他那个 Flixtrain 的官网也看了，上面呢信息不同，是说票卖完了，他没有说取消哦，是说票卖完了。我就想了，我原来是买了票的，对吧？他说票卖完了，但是我的票还是有用的，对不对？如果是这样理解的话，后来我不得已就去看了我的 email， 确实他头一天就给我发了是取消了这趟火车。哎呀，这下完了，把我整天的行程都打乱了。他说啊，
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们可以给你退款。退款我肯定不愿意啊，因为我是提前了，比如说1个月买的，所以当时的那个车票很便宜，有多便宜呢？12欧元。如果坐德国铁路公司的高铁是150多欧元，当然你提前的话，在德国那个铁路公司也有很多的折扣。但是如果你临时买，像我昨天这样临时改变主意，那就贵了，1300元人民币，那欧元是150多，相当于人们不吃不喝，普通人2天的工资，税后工资啊，2天税后工资，坐高铁只能坐470多公里。所以你们可以自己在国内啊或者其他国家比较一下，就知道德国的高铁有多贵了。我们回到这个德国那个私人铁路公司 Flixtrain， 它取消了，然后呢只是发短信啊，还有发email告诉我，也是我个人的问题啊，因为我确实没有提前1天看，否则我就知道它取消了，然后呢就没有那么慌乱了。好，打乱之后我马上得那个找方案 B 啊，对吧？然后我就看他说可以退款，得到12欧元，肯定我不愿意。然后我就看他有没有其他的替代措施，对吧？我看了，同样从柏林到科隆的火车，他们那个私人公司的火车，还有一趟是下午4点多的。虽然呢不用中途换车，可以直接坐到科隆，但是中间它停靠好多的站，476公里的行车时间，现在真的没天理啊！6小时22分钟，470多公里，也就是平均时速可能就是80公里左右，连中国绿皮车那个最慢的绿皮车可能都不到那速度，你想想看有多慢。它正常的话是5小时20分钟左右，而这趟车甚至多出了1小时。那个5小时20分钟我还能够那个接受啊，因为我过去坐过，它一般没有晚点。也就是说我5个多小时我真的从 A 能够到 B， 但是德国铁路公司的火车经常性的晚点，一般能够避开德国铁路公司的火车我都不会坐，能够避开我就避开。这趟车呢是下午4点多出发的，也就是说我在德国柏林要足足再等8个小时。好在我之前没有提前离开，对房东说我今天早上7点半就要离开了，但是后来我查出那个火车取消之后只能下午坐的时候，我就改签到了下午，免费改签的啊。就问房东，我说对不起啊，因为我的火车取消了，我能不能待到下午这里，我待在你家。他挺好的这个人，虽然我又其说就这个人政治观点很奇葩，对吧？但是这一点呢他又很好，他说可以，你就待到这里吧。他说但是我今天我有安排，我全天不在家，他到那个森林啊湖边去，相当于小的度假1天，跟他的朋友。因为现在柏林还有全德国吧，都是一年最热的时候，我们现在有热浪，现在德国的热浪是每年一般有那么10来天左右，而这次呢热浪是37、38甚至40度左右，真的有这个温度。比如说柏林昨天是37度，今天是38度，而今天科隆呢是37度。昨天晚上我回来之后呢，我睡不着觉，因为太热了。所以在德国也有热浪，不过好的是这时间很短，明天呢就降10度，最高气温只有26度了，就很舒服了。那我们回到昨天坐这个火车啊，私人火车，好了，我就等啊，等到下午我就去了。那个地方啊，人山人海，真的特别多，在德国柏林火车总站，应该我估计呢又出了问题。就说德国铁路公司的火车可能也是大面积晚点，有热浪，所以呢有些那个火车那个铁轨啊它变形了，开不了，或者是速度降下来了，或者呢因为太热，那信号灯也不工作了。德国现在它的调度啊还有铁轨它的技术已经全面落后了，不像中国很多是比较新的，所以可以采用最新的技术，而德国呢都是好几十年的老技术，加上呢没有花钱去更新去升级，所以导致了老是德国火车呢，德国铁路公司出状况，就这个原因，就是因为呢没有什么更新，没有什么投资。好，我到那个德国火车柏林火车总站之后呢，看见好多人，然后呢，我当然找到了我那趟车所在的站台，比如说5站台，就在那里耐心等啊，跟其他人。那个地方是
几乎是没有座位的，可能整个站台上面只有5、6个座位或者10来个座位，你想坐根本就没门儿。大家或者是站着，或者是呢席地而坐，坐在地板上，真是地板上，这是德国哈。等啊，等到那个发车时间还没有来，虽然那个广播已经预告了啊，火车马上就要来了，请注意安全等等，啊，大概是晚点了5分钟左右就来了，我们就登上去，登上去之后呢，因为人多嘛，所以有点乱。上去我突然就感到那个车厢里面特别热，像蒸笼一样。然后呢，那个窗子有个，它只有一节车厢只有2个窗子可以打开的，2个窗子，车里的人都把它打开，还是热。没有空调，没有空调。不久之后，我就看见一个小哥，就是当地的车厢上面的工作人员，列车员。我就问他，我说这空调能开吗？他说没空调，而且态度非常不好。我就心里就来气。到现在2025年了，火车上面甚至没有空调吗？但是他说没空调，你现在也只能坐啊，没办法呀，对吧？然后那汗流浃背，真的哗哗哗的往外流。大家都在抱怨，但是没有办法。后来呢，列车是晚点运行，运行之后，真的在里面真的像蒸笼一样。你们想想看，白天30几度到差不多40度的温度，竟然没有空调。这是发生在世界上所谓发达国家、富裕的国家，德国啊，没有空调，人也比较多，有的人直接躺在地上，躺在那个车厢的地上。到下站已经晚点，可能半小时了。然后因为我一直戴着那个耳机在看油管听音乐，不知为什么，我想想不对啊，走走停停，然后就问了旁边坐的人，他们说是临时停车，具体什么原因他们也不知道。后来我看了那个地图，发现了是绕道的，听说另外那个正常的道已经开不动了。绕道就绕道呗，那就继续往前走，走啊，又停，走走停停，然后呢又特别的热，因为没有空调啊。大概是2、3个小时之后，另外一个工作人员过来了，一个比较肥胖的，我就问他，我说这个车真的没有空调吗？他说有，但是原来启动不了。他说你们现在对，他是过来叫大家把那个车窗关上。然后我就问他，是不是有空调了？他说有了。我说原来你那个同事说没有，你现在又说有，是怎么回事啊？他说那个空调什么机啊，他原来开不了机，现在可以，他试了，他们列车上面人试了几次，可以开机了。我们大家都鼓掌啊，表示很高兴啊，终于有那个空调了。我们等啊，关上门了之后更热了，对吧？因为没有风进来，那个热浪在外面，那里面肯定温度会升高，真的像蒸笼，大家更加汗流浃背了。大概过了半小时，我就又问了列车员，我说这个风好像不冷啊。他说我们也没有办法。好了，怎么办呢？大家只能又把那个车窗打开，这样一个车厢里面只有2个小小的窗子可以打开，打半开，所以你们想象有多热。我觉得再不行，大家都差不多中暑了啊。然后列车员说，我们每个人呢给你们发2瓶水，只有2瓶水啊，而且是没有那个冰镇过的，就是里面温度是38度，那么这水温可能就是有点点暖和了，有点像那个温开水一样的温度。在这个那热浪的情况下喝这种温开水，我可不想喝。我们的火车停在了野外哦，
临时停车。大家相信吗？这个火车，德国火车这辆呢，它是没有空调的。那个列车员说有，但是呢，特别的热，等于是没有。然后我就问了，到底有没有空调？然后那个列车员态度不太好，他说坏了。那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呢？我不知道。现在又晚点了啊！不过这是私人火车，不是德国铁路的火车。这个火车是 Flixtrain 和 Flixbus 是一个公司。哎呀，里面热的受不了，可能好多人会中暑啊，怎么办？穿绿衣服的那个是列车员，态度不好的那个是另外一个，不是这个。现在遇到了困难啊，又热又渴，怎么办？现在反正人民群众的那个精神状态很不好。他又在说什么了？上车了啊！看看等一下到什么地方又会停，不知道啊。你看，这是 Flixtrain， 本来是6小时20分钟左右的车程啊，出发大概从柏林到另外一个叫汉诺威的城市，汉诺威啊，可能就是200多公里吧，200多，已经足足走了大概5个小时左右。现在呢是午夜了，差不多。我还在火车上，因为火车晚点现在是2个多小时了。这不是德国铁路啊，是另外一家私人公司的。大家看看，连空调都没有，特别热。大家都睡觉了。然后呢，到另外一个叫多特蒙特一个城市呢，已经是鲁尔区北部了，已经是午夜了啊。给大家看看，现在你看是0点15分了，我们的车已经晚点了3小时。对，大家看到，原来正点是21点27分到这里，现在是0点13分才到，所以晚点很多，晚点真的将近3个小时。你好，我们巴勒斯坦的兄弟啊，巴勒斯坦呢？你好吗？很好，谢谢。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玩手机。哪个啊？玩手机啊，玩手机，学得很快，这个小伙子啊。我爱中国。我爱中国。是的。我爱巴勒斯坦。如果是按正常时间，是晚上11点就应该到科隆的，然后呢继续开，因为它停靠的站点比较多。所以呢，最后大家看我拍的那个视频就知道，我有这个视频为证啊。到达科隆的时间已经差不多凌晨2点了，也就是我的火车已经差不多晚点3个小时，从原来计划中的6小时20分钟左右，走了真的是足啊9个多小时，476公里，9个多小时啊。这就是在德国我昨天遇到的状况。昨天下午4点多上车，第2天凌晨2点我才到达科隆。我这车厢变成这样了，现在你看。现在是差不多2点了，凌晨2点，也就是差不多晚点3小时。他要自己用力打开车门，不是电动的，还是手动的打开车门。
哎呦，你看这纸都这样了。大家看这钟是吧？凌晨2点，差不多2点，1点50几分了。这就是我们的车，看看会不会遇到抢劫啊？你看，在火车站里骑着自行车，带着他的行李。好，到达科隆之后，所有公共交通工具已经停运了，没有了。我还好啊，我可以走路回家。很多人他还要去别的地方，可能有好几公里，那怎么办？只能打的了呗。打的，年轻人还好，他可以打，比如说网约车，网约车也很贵的，在德国啊。但是呢，还是要比德国普通的那个出租车便宜，相当于大概普通出租车的5到6成左右。地铁停运了，我只能走路回家。现在治安不怎么好，走路大概是12分钟到15分钟左右，因为它不到1公里。那我就走路吧，反正我的行李也不重，就有一个小的手提行李箱。如果危险的话，我要保命啊，怎么办？我从我的那个钱包抽出，我看那个零钱，我只有20欧元，我就想我就拿20欧元出来，因为100欧元我觉得太多了，我就拿20欧元出来，放在我裤子外面这个口袋，然后我把我的那个钱包呀、手机啊都全部放到我的背包深层的地方，一般人他偷不到的地方。大着胆子，我就这样回家，因为凌晨2点，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儿。于是呢，我就这样走出火车站。可喜的是，火车站呢人还不少，外面人也不少，有纳凉的，还有睡在台阶上的。再走几步呢，我就到了科隆大教堂正门的入口那地方。前面那段呢是科隆人气最高的一条购物街之一，但是晚上凌晨2点就没什么人了。好在我的运气还不错啊，在我前面有个人拖着行李箱，在我后面还有2个人，所以我不是孤单的一个人，这让我非常的放心。至少呢，前面有人，后面有人，我就觉得如果是遇到有人抢劫，我可以喊啊，所以我就放心多了，我就往前走。然后让我感到非常意外的是，凌晨2点，我原来没有拍过科隆这条步行街，2点的时候，短短这条步行街大概有500米左右。然后大家看我拍的，大概数了下有5、6帮人吧，有的是2个人，有的是5、6个人抱团取暖，睡在那里。这短短500米左右，可能有20个，至少15个人左右，无家可归的。有的我还没拍，因为我后来把我那个摄像机把它藏到我的包里呢，不想有什么危险吧。这些我认为德国人可能是少数，大部分呢是在德国的外国人，不知道是哪个国家，也许是罗马尼亚的，也许是吉普赛人，真的不知道。但是这样的状况以前是没有的，或者比较少，现在特别多，就表明呢，可能这个国家它是不是比以前更加差了呢？你看，公共交通都没有了，这里可能这些人呢是在问火车的情况，你看。那么长的，这是科隆大教堂的晚上，很阴森哦。你看，有人散步，有人睡在地上，因为现在很暖和，不用住旅店了。你看，直接睡在地上。应该不是无家可归者吧？想不到那么多人还坐在这里，没钱住酒店，估计都凌晨2点了，还在打排球，太奇怪了。Schlaft ihr nicht hier? Doch. Ja? Hier schlafen. Oh, echt? Nee. Zu Hause? Ja, bin gerade mit dem Zug angekommen. 3 Stunden Verspätung. Danke, ciao. 还好，凌晨2点还有人拖着行李，前面呢也有人，我不是孤单的一个人，还挺好。我还准备了20欧元的现金，放在我的兜里，因为我怕到时万一有人抢劫，我就可以把20欧元给他，像那买路钱一样。救命的钱，
像这种东西呢，我们也要准备好。你看，那睡在这店前的这些人，都是不知道什么国家的人，好像应该不是德国人。那边也有人坐着。这也有一个睡在路边的，你看，一对儿，两个人，这有一批，大概有1、2、3、4、5、6个人，6个人啊！大家听到我的声音是我的行李箱的轮子的声音啊。好在我后面还有2个人，也是那个拿着行李箱走的。我前面大概50米又有一个人，所以呢，我并不孤单，还好。所以我现在不感到害怕。如果是凌晨2点1个人都没有的话，就觉得比较可怕。那里也睡着几个人，在那儿。这个是原来的小米店，后来关了。这里也睡着，大家看见吗？睡着一对夫妇，可能这里睡着1个人。那里也有，因为太黑看不清楚，在画面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我是昨天德国时间7月1日下午16点41分的火车，按照计划是23点03分到科隆的。咱们到科隆的时候，刚才从前面画面看到已经是7月2号凌晨1点55分左右了，就是差不多晚点整整3小时。现在我走路回家。